丰富多样的地质地貌是高黎贡山的特征之一。在它的西坡就有一片火山熔岩堰塞湖沼泽湿地，它就是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四面环山，风景如画。位于腾冲附近的高黎贡山，阻挡了从孟加拉湾吹来的暖湿气流，让这里降雪丰沛。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北海湿地成为了水鸟的家园。我们采访时遇到了正在湿地拍摄的生态摄影师沙金波。沙老师，您这个设备太专业了。您多少年了喜欢拍这个鸟？拍鸟呢，我已经拍了3年的时间了。是经常来这边拍吗？北海湿地这边主要是拍水鸟，印缅斑嘴鸦和紫水鸡呢是留鸟。哦。赤马鸦呢应该还是候鸟，大部分已经走的差不多了。啊，这个是紫水鸡。对对。哦。哇，通体都是紫色的。紫色的。它头顶那个红色的。然后嘴巴也是红色的，对，很尖嘴巴。它的脚也是红色的。你看它从那个水里边用脚抓那个水草，嫩芽来啄食。哦，它现在是在吃嫩芽。它主要是吃一些草的嫩芽和一些长在草上的那个寄生在草上的那些贝类。哦，是这样的。它真的非常漂亮，它的通体都是紫色的，然后毛发的那个光泽感非常好。对。沙金波告诉我们，紫水鸡是北海湿地的主人。经过长期的数据监测，北海湿地的紫水鸡种群数量在不断增加。北海湿地是东亚候鸟越冬的绝佳场所之一。每年的12月到第2年的2月份是北海湿地最佳的观鸟季节。沙金波在日常的监测中，意外拍摄到了极度濒危的物种青头前鸦，它堪称环境质量好坏的指标生物。它身上的那个纹理很像水墨画，是棕色和白色相间的这个羽毛的渐变色，很漂亮的。哦，真的很漂亮。只有1只吗？因为我们2次监测到在不同的地点，也不敢确认是1只还是2只。不是1只就是2只。这个数量很少，但至少呢，它已经在这里出现，在这里出现，说明保护还是有用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因为青头前鸦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讲究的。这样的环境好了以后呢，它在这里出现，体现的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一种改变嘛。北海湿地的面积为16.29平方公里，这里不仅是水鸟的家园，还孕育了丰富的水生植物。腾冲北海湿地管护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保护区的核心区，正在对外来入侵的植物进行日常的巡护和清理。您好，大哥。大哥您好，我们是可以踩上去的，是吗？但是你的鞋会湿的。啊，会湿，没有。哦，它一脚一船水。哦，它这个草里面是草里面是会渗水出来，会渗水，没关系，我可以上去试一下吗？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感受一下它这个。不会，你的鞋会湿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冻着它就不会湿了。对。这个真的跟在地面上的草地的感觉很像，但是呢，它更软一些。它是水会升起来。哦，哇，能感觉真的很厚。您能估计这一块草垫底下有多厚吗？这个草垫，1米多，这个1米多，所以这还不算是最厚的啊。这些漂浮在水面的巨大草垫，源于北海湿地独特的地质结构。腾冲火山群位于高黎贡山西侧的腾冲市，这里有新生代火山将近100座，是中国火山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1万年前，火山群喷发出的岩浆堵住了地下水的出水口，形成了火山堰塞湖。散落在湖面的火山灰，经过不断沉积，以及自然界传播的植物种子，千百年来逐渐形成了漂浮在水面上的巨大草垫。湿地和水草不仅能吸附、分解水和空气中的杂质，而且能够起到涵养水源、保持生态平衡等重要作用。能看出它的浮力来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我的脚已经淹没在了水里面了。对。它的这个就是浮力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踩在上面脚感是很舒适的，就是水有一点凉。我们要不上来吧，好不好？我们在船上。慢点啊。好。这个就是你们清理的这个。紫金泽兰。为什么要清理它呢？它会有什么影响呢？
它主要是对这个，一个是对草甸，它繁殖特别快。哦，草甸，如果你不及时清理的话，1年的时间它就能把这个草甸覆盖了。哦，所以这对这个草甸形成永久性的破坏。另外一个就是它对水质影响比较大，污染水源是吗？哦，它对水质就造成那个生态环境破坏了。嗯，紫荆泽兰的生长速度很快，1年的时间可以生长到1.2米以上的高度。天然草地被它侵入3年，就完全失去放牧的价值。它对农作物的生长、森林的更新有很大的影响。工作人员在日常的巡护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水路发生变化的情况，因为漂浮在水中的这些巨大草甸会随着风力、水流等因素而发生位置的变化，所以疏通河道也是他们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早上风一吹，它就往这边飘，然后下午呢，它又飘回去。所以说它就形成这个北海无边，它这个讲的是无边的意思是没有边界，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没有固定的边界的意思。所以有可能就是我们不同的季节过来，或者是上午和下午这块的景色都可能是不一样的。对。怎么样啊，大哥，好推吗？不好弄，不好弄，刚才又飘回来了。对，它这个韧性太强，它草根结得太厚啊，你推不开的时候。一缓进，它就回来了，是，这弹性太好。那这些草甸它一直在流动，怎么办呢？就是它肯定会经常挡这个航道嘛。会啊，你看前面不是那个竹竿呢？它那个竹竿它是专门就是用来固定那个草甸用的。这些草甸具有巨大的浮力，成年人不仅可以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上面如履平地，而且北海湿地在成立保护区以前，这里还有很多稻田。村民为了将成熟的稻谷运送出去，会将草甸割开，像划船一样撑着草甸在水面上行驶，场面非常壮观。近些年，随着退耕还湿等工作的推进，环境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如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已经成为北海湿地的生态名片。老师，为什么我们这一路上能够看到底下有这么多这样的植物？这个是什么？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腾冲北海湿地很独特的一个植物。独特的？哎，对，它是怎么说？叫纯菜，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纯菜对生长环境有着很高的要求。杨新雄介绍说，在滇西地区，只有北海湿地生长着大面积的野生纯菜。它的嫩茎和叶背部有胶状的透明物质，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是水鸟的主要食物之一。夕阳西下，成群的水鸟即将归巢，落日的余晖洒在水面上，远处的高黎贡山显得更加巍峨挺拔。行走高黎贡，我们在密林深处追寻飞食叶猴的足迹。在溪流边寻觅奇妙的两栖动物，在湿地观赏姿态万千的水鸟，在绿野间收获了源源不断的惊喜。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连绵的群山、美丽的湿地，会成为更多野生动物们栖息的家园。